这是整个太阳系毁灭的最后10几秒。神勇视死如归般按下贝塔魔棒，下一秒便要和终极武器之盾同归于尽。可消灭人类的计划明明是光之国制定的，但奥特曼却要违背命令拯救人类。而就在还剩0.2秒之时，奥特曼再次按下贝塔魔棒，以光速冲向1兆高热度的能量球，两者高强度能量的相互碰撞，不断的挤压撕咬，居然在毫秒之间产生了一个黑洞。在黑洞的强大引力下，终极武器之盾被吸入其中，而奥特曼拼尽全力想挣脱引力，身上的颜色变化，预示着奥特曼的能量即将耗尽。可就在几天前，化作一束火球的奥特曼才刚刚降临地球。作为8090的童年经典，在此新作奥特曼中取消了3分钟的计时器设定，而是还原了远古的初中设计。只见奥特曼身高腿长，通体银色，难道这就是神级文明的压迫感吗？令怪兽没想到的是，即使自己发出50万千瓦功率的光线，奥特曼也依然毫发无伤。而谁也不会想到，奥特曼此次来地球的目的并不是眼前的怪兽，而是毁灭地球。眼看光线无法对奥特曼造成伤害，怪兽竟然开始隐身逃跑，而奥特曼举起右手，体内能量开始汇聚于手腕。随着4派修女光线的发射，怪兽爆体而亡。这一系列的操作惊呆了还在作战室的人类。而此时奥特曼也并未毁灭地球，而是转头看向了森林，因为就在自己降临地球之时，原本还在救人的神勇为了保护小孩，意外被冲击波及而失去生命。而这一舍命救人的行为让奥特曼对人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随后奥特曼弹射起飞，以超音速飞行消失在天空之中。而人类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此时奥特曼已经附身于神勇，成为了霍特队的一员。但同时奥特曼也对人类一无所知，一系列的问题也是问懵了自己的新拍档小美。为了更快地了解人类，神勇连夜将图书馆的书看了个遍，这认真学习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。与此同时，怪兽再次来袭，目标直指核燃料储存基地。即使老美的 B-20 轰炸机清空弹药，依然无法对怪兽造成伤害。此时人类已经黔驴技穷，而神勇独自来到密林，按下贝塔魔棒，变化成奥特曼。可他万万不会想到，这一变身会将自己的身份暴露。此时的奥特曼已经与神勇融合，全身上下已变成银色和红色花纹，除了没有计时器之外，已经和童年的奥特曼相差无二了。奥特曼旋转跳跃，怪兽直接被击飞。但为了防止核燃料基地被破坏，即使怪兽发出大量光速，奥特曼竟然用神力在霍特队的检测下，怪兽的光线能量全被奥特曼吸收中和。但面对源源不断的光线冲击，只见奥特曼红色花纹已经变为绿色。就在最后时刻，随后奥特曼缓缓举起怪兽，将怪兽带离地面，以免造成对人类的危害。而刚回到基地的霍特队，神勇已在此等候。可他们不会想到，一场更大的危机正悄然而至。刚回到主基地的霍特队发现网上流传着神勇变身奥特曼的视频，甚至还有神勇变身的各个角度。神勇身份的曝光让霍特队成为了众矢之的。最关键的是，神勇已经消失了3天，只留下停靠在路边空的汽车。无独有偶，奥特曼竟然开始破坏城市，这直接导致了奥特曼变成了人类的敌人。而此时的霍特队也发现，眼前的奥特曼是假冒的，而真正的奥特曼及神勇居然已经被绑架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眼前的扎拉布外星人，目的就是为了消灭人类。眼看神勇无法变化成奥特曼，扎拉布星人再次伪装成奥特曼，开始侵略城市。而小美在神勇的办公桌内意外发现了神勇留下的变身器，而上面留下的文字也代表着这是神勇故意为之。在神勇前同事的帮助下，小美根据神勇留下的线索，终于找到了他。而小美刚知晓这是计划的一部分。神勇随即按下贝塔，城市中赫然伫立着2个奥特曼。随即奥特曼一脚踢向冒牌货手臂，小美腾空而起，奥特曼一脚踹飞冒牌货后，接住掉落的小美。接下来便是奥特曼的证明之战。
特曼一发四派修姆光线，直接将奥海霍击落。扎拉布星人被打回原形，眼见不敌奥特曼，扎拉布星人开始逃跑。奥特曼最后一发切割光线，直接将扎拉布星人切成两半。原以为危险已经解除，可就在第二天，小美居然变成了40米高的巨人，似乎被催眠般穿梭在城市之中。而此时，空气中突然冒出一个声音：“彼女に対する攻撃はやめた方が賢明です。これは私のデモンストレーション。この星の幻獣生物たるあなた方人類への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の一環に過ぎません。誰だ？姿を現せ！”